手术善骑士。黄斑部其实是在视网膜上面，那它是视网膜的正中央，等于是一个视神经最密集，视网膜细胞最密集度最高的。那也就是我们平常测视力说，你1.8、1.0所代表的品质就是黄斑部。所以黄斑部如果受损，或是任何原因影响到黄斑部，就会造成明显的视力下降。所以如果在病变出现在那边，不论是有些代谢物的累积，或者说有一些出血，甚至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各种原因的病变，就一定会造成那个视力的丧失。第一个当然就是年纪，对，年纪就是说一个高度的危险因子。那有些部分是一些，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有一些家族的遗传，或是有些抽烟其实也有证明说它跟一些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也有一些相关性。当然很少部分的是一些有用一些癌症的用药啦，或者是说眼睛内有一些自体免疫的一些问题导致的。大部分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民众常常讲的，其实主要还是落在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里面又分干性跟湿性。那干性的话占了大概85%左右，85%左右。那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视力，它主要是一些老化、一些代谢物的累积，或是一些细胞的一些退化。那湿性就是顾名思义，它湿就是说它有一些可能是出血或是出水，导致黄斑部功能丧失。那它可能占了1/5左右，那它是可能会急剧让视力变差的一个疾病这样子。这个是视神经，这个是黄斑部。那基本上出血的部分，除了这中间会出血，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出血，但是最明显影响视力的，当然还是影响到黄斑部的地方。那如果要治疗，有时候也会大概主要也是针对这个地方做治疗。那出血的话，就可能它其实是从这个视网膜底下冒出来这样子。那这个湿性的部分，就是大致上影响到这边才会很明显的一个视力的减退。主要还是要用单眼去检查，它有可能单眼的视力下降，尤其是中央那个区块视力下降，或者说看直线有可能会看得歪歪，或者说整个东西都挡住，对，都有可能。请医生检查，主要是散瞳看一下眼底，其实大概就看得出来了。干性的话，因为它没有真正的一些出血或是出水影响到黄斑部的功能，所以大致上第一个是追踪，和一些改变一些生活的形态，比如说避免一些紫外线的一些暴露，就是阳光防晒一下。那可以合并补充一些眼睛的一些营养素，像是叶黄素啊，或者让视网膜的一些细胞的功能更维持住。那其他就是固定时间做追踪，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病变程度有没有在扩大。湿性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已经有漏水或者说漏血、视网膜出血的状况。那基本上就是说要针对这些做治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大致上大部分都是用一些眼内的药物注射，就是说我们用特殊设计过的专门用在眼睛的药物，注射0.05cc 到眼睛内，让那个药物在眼睛内做吸收，那可以让那个血跟水吸收掉。它的湿性的病变其实里面又有分一些不同的种类，大部分可以先考虑先使用药物的部分来做治疗。那假设说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那有部分的病人可以试着考虑说用雷射，因为它的有些病变有可能是一些不好的血管或者一些新生的血管，那有可能用雷射部分来把那些不好的一些组织把它稍微做一些破坏，然后让它不要在一些流血的一个状况。手术的方法只要眼部内的注射，基本上差别就是差别在药物的部分。以前在还没有为眼睛设计药物的时候，可能是用一些比较长久有在使用的一个叫艾斯汀的一个药，我们是用它的病理机转是当然抑制血管新生这个方法来做眼睛内的使用。那近几年其实很多厂商发展了很多眼睛内关于一些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药物来使用。那当然
各个厂牌其实效果都还不错，使用的方法跟途径其实一模一样，所以选择上可能就会医师依照这个病患的反应程度，可能就可以来做选择这样子。其实除了这2个药以外，近期可能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第3种或是甚至第4种的药物出来，因为各个厂商都还在研发。那其实不同的药物之间，它的差异可能就是说药物的结构上的差异。那有些人觉得这个结构它可能维持的时间比较久，比如说可以到达4个礼拜、6个礼拜或是8个礼拜这样子。那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反应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基本上就是术后打针之后还是要追踪看一下它的药效反应如何。而且这个药其实是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可能都以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状况来讲，都还是要持续的打，对，它可能是不一定能够完全停下来，它的针数可能会慢慢变少，但是可能一定时间的时候，可能都还是要补一些药物进去眼睛内，这样。目标可能是让那个视力可以维持住，也许视力可以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打这个药是希望它不要突然间掉到很差，导致失能失明的状况，对，那。当然就是要持续追踪以后，我们才会知道说他要不要继续打针。那有些人可以药效很好，可以一直长时间都不一定要打针，但是都还是要追踪，不然你有可能之后一直积水积到很久，他可能黄斑部结疤以后，那可能就已经药石亡效了。所以就还是建议是追踪。那如果药效好，那可以持续追踪，不一定要打针。但是药效不好，可能就要依照医师的指示，固定时间就要打一些药物进眼内，这样其实因人而异。那大部分现在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大致上的一个共识可能是前面3个月，每个月先打1针，就是等于是先 loading 一个，就是先把一个药物浓度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依照这个状况看病人的反应程度。那有时候如果反应比较好一点，也许我就不用1个月打，可以稍微拉长一点点，也许到1个半甚至到2个月。那如果药效不好，或是甚至更严重，那可能就是缩短时间，依照这样的反应程度来调整它的打针中间的间隔的时数。这个要有健保给付，但是需要做申请。那每一个人的每一只眼睛不同的疾病，健保有给付一定的支数，那超过这个支数就变成病人需要做自费的使用。因为伤口真的很小，然后我们是用一个非常细的针打进去，所以比较不会有真的很大的副作用。但是不论是什么眼睛的手术，一定都要保持眼睛的干净跟清洁，尤其是可能打完针的1个礼拜内，可能我刚刚说的自来水可能不建议跑进去，那也不适合揉眼睛，因为揉眼睛可能会让伤口稍微撑开一点，然后或是说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水啊或者什么漏出来，那种都很危险，所以保持干燥干净，大致上就 OK。这可能大部分是一些独立的一些疾病，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共有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年纪，或者说有些人是长期有使用一些什么药物，比如说类固醇，它可能长期会造成青光眼或白内障。那因为黄斑部病变，它的危险因子也是年纪嘛，所以这些病人通常他也有可能会同时合并有白内障，所以它不一定是黄斑部引起的，但是它可能是同时存在这样子的眼睛疾病。